魅猪体内的血脉开始觉醒了，88天就敢凶妈妈。萌萌被凶后，吓得都不敢进来带娃，只敢躲在门口偷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萌回来准备带娃，刚走到魅猪面前时，就被魅猪凶了一下。萌萌被吓一跳后，赶紧拖过去，开启了哄娃模式。果然老的还是怕小的。到了第二天，萌萌被奶爸喊过来带娃。萌萌看到魅猪前天被吓的场景历历在目，吓得不敢进来带娃，只敢躲在门口偷看。萌萌，爱仔啦，乖，你個仔啦。即使奶爸在疯狂呼喊，萌萌还是没有出现。他就在门口不远处待着，饿了就吃竹子，始终不敢踏进屋内一步。直到下班时间到了，大梁奶爸喊了好几遍，萌萌都是已读不回。直到青姐使出了绝招，青姐学魅猪叫声引萌萌回来，果然这招很有效。萌萌听后立马回来查看孩子，虽然她怕孩子吼她，但母爱毋庸置疑，冒着被吼的风险，将孩子抱在怀中，不停地亲吻着。过了许久，看到魅猪即将醒来，萌萌吓得抓紧了扶手，赶紧把身体朝着墙边挪了挪，并把头都转了过去。看来这魅猪的吼给萌萌造成了不小阴影呀。万万没想到，萌兰还被萌大用尿标记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会萌兰和萌大刚做邻居，萌大看到隔壁熊好白好可爱，然后就用大熊猫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喜欢。他把脚抬高，然后对着隔壁的萌兰就标记了起来。突如其来的一幕，萌兰显然没反应过来，整个脑袋都被哥哥的尿标记了。可能是哥哥的味道比较大，无法接受的他躺在地上脸嫌弃的打起了滚。而萌大看到自己的战绩后，高高兴兴的离开了。此时我想吟诗一首，赤北洞窝窝头，标亲朋好友。萌兰打滚了一番后，准备开口说国粹时，发现哥哥已经不见了踪影。过了一会，徐老爷拿着水管给室内的花花草草洒水，萌兰赶紧跑了过去，并委屈巴巴地朝着老爷告状。听完萌兰的哭诉，老爷被逗笑了。然后老爷跟萌兰说：“萌萌儿，你往后面站一站，老爷给你洗一洗就干净了。”萌兰怕洗不干净，并没有走远一点，而是靠着围栏让老爷直接洗。期间为了将脑袋洗干净，萌兰还面对着老爷，让老爷把水开大点。看到奶爸不敢喷自己，他还主动的把脸凑到水花前，看着自己身上越来越干净，味道也越来越淡，萌兰都笑出了声。萌兰被亲妈带着时太幸福了，妈妈把她抱在怀里，不停亲吻，这一画面真的好温馨。萌兰婴儿时还是萌萌亲自带的她，当时的萌萌母性极强，在她的照顾下，萌兰白得发光。当时只要看到萌萌儿的视频，她不是在被妈妈抱着，就是在被妈妈亲吻的路上。即使妈妈饿了，只要舔舔萌萌儿就饱了。怪不得萌兰的脑袋有点秃，原来是小时候被妈妈舔的呀。萌萌有多稀罕萌兰呢？有一次，奶妈拿食物来换萌兰，萌萌把食物吃到嘴里后，玩那是一点都不想给，她把萌兰抱得死死的，一下都不想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换作是成大的话，只要有吃的玩你随便拿，用完记得还给自己就行。最后奶妈只好拿出加了蜂蜜的盆盆奶，果然大熊猫对盆盆奶没有抵抗力。就这样，萌萌闻到蜂蜜的香味后，把萌兰放在了一旁，趁她喝奶之时，萌兰就被偷走了。当萌兰被送来时，萌萌还确认一下孩子有没有被调包。当闻到孩子熟悉的味道后，她直接一把就搂在了怀里，激动的亲吻。当萌兰几个月大时，其他的小熊都是挖美能手，只有萌兰白得要死，主要是因为爱美的萌萌看到孩子身上脏了，就会拉着他去洗澡。反正妈妈带他的那段时间，他无拘无束，每天都没有烦恼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个快乐的小熊。直到和妈妈分开的那一天，他都委屈坏了。至此以后，萌兰开始学会长大。好在遇到了发姑奶爸，陪他度过了整个童年。童谣中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个草，这真的很有道理。来，大熊猫花花也有攻击性，多次欺负新奶爸奶妈。众所周知，花花一直都是可爱温柔的形象，尤其在谭爷爷面前，听话的像个小女孩，不吵又不闹，
可是这天基地来了一个新奶妈，花花却一改常态，气汹汹的就朝着奶妈走去。奶妈顿时被花花的气势吓到了，然后赶紧朝着谭爷爷身后躲去。即使有谭爷爷阻拦，花花也没有停止该行为。看花花的姿势和动作，明显就是一个攻击性的状态。我话都没说完，他就一个袭击，他还以为抱的是奶妈呢，死死的抓住不放，结果发现是谭爷爷，赶紧又坐了起来。而奶妈早被这一幕吓跑了，从此没敢来花花的院子。除了欺负新奶妈，花花还欺负新奶爸。这天谭爷爷因为有事，一个新奶爸来给花花喂食。幸好新奶爸比较聪明，知道使用美食剂，可美食剂只能延缓花花的攻击，并不能彻底阻止他攻击。奶爸只能边退边喂，花花带来的压迫感很强啊。换做刚刚那个奶妈，估计早就丢下盆盆跑了。该说不说，这花花平时看起来温柔可爱，没想到还有攻击性的一面。果然古话说的没错，大熊猫虽然可爱，毕竟它们是熊不是猫。看到花花这一行为，估计谭爷爷也操心坏了，以至于谭爷爷都不敢出差，一旦出个差，没人敢近距离投喂花花，花花估计就要被同伴抢食物，从而饿肚子了。来，早年的四川真有大熊猫串门，四川人也见怪不怪，还会抚摸它们。这是一段早年的纪录片，记录了大熊猫和四川百姓和睦相处的画面。当时一名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幼崽闯入了人类居住的家园，跟拍的途中，他先误入了猪圈中，看到主动的二师兄们，他害怕不已，然后离开了。准备上楼时，又被田园犬狂吠，随后他便跑开了。去到了另外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门前有一只小狗，看到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熊猫，它并没有犬吠它，而熊猫也友好的同它打招呼。小狗显然被对方的热情吓到了，赶紧从门缝钻进了屋内。过了一会，一个老人走了出来，发现是一只小熊猫，他激动的就上前抱住了它，然后坐在门槛上对其进行了抚摸。老人怕它饿了，赶紧带回家中准备食物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给他准备了一盆奶，自己同孙儿也吃起了早餐。大熊猫同人和睦相处的画面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很美好。吃完早餐，小孩抚摸了一番他，因为要去上课，他不舍得看着对方，看得出他并不想去上学，想和大熊猫一起玩耍。取了一个东西后，然后蹲在大熊猫身边，亲了它一口后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大熊猫也想和他玩，还试图拉着他的手，让他不要走呢。小男孩到了学校后，就连心思全都在大熊猫身上。上课时还在画大熊猫的模样，放学铃声一响起，都还没来得及收拾，小男孩就朝着家中赶去。如果我是小男孩的话，估计逃学都要回家撸大熊猫，怕大熊猫饿肚子。小男孩取出了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，然后来到厨房，准备给他做晚餐，自己吃不吃没关系，大熊猫一定不能饿着。怀着这种信念，小男孩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在厨房不停忙碌着。他的行为把爷爷都惊动了，然后爷爷叫他去和大熊猫玩。接下来自己操作，一番忙碌下，晚餐弄好了，小男孩拿着送到了大熊猫的嘴边。大熊猫也很听话，大口大口的吃着，最后吃完了还要舔盆盆呢，哈哈，真是一个大吃货。因为大熊猫生于山林，活在山中，给大熊猫喂饱后，爷孙俩背着它，准备将它放生。为了它的安全，两人走了好远好远的路，中途累了，两人一熊就在路上停下来休息，顺便补充体力。吃完后又继续赶路，直到将它送到大山深处，爷孙俩这才将它放下来，让它回归山中。看到大熊猫离开后，爷孙俩一脸的依依不舍，尤其小男孩都差点哭了。